同学们好，我们已经学习了闻诊的听声音的诊断方法，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嗅气味的诊断方法。嗅气味是指嗅辨与疾病有关的气味，以诊查病情的方法，包括嗅病体的气味和嗅病史的气味。通常来讲，当脏腑功能正常、气血流畅时，人体是不会有特殊的气味的。如果脏腑、气血、津液出现病变，比如邪气惊扰、气血运行不畅、脏腑功能失调等，会着排除不利，腐浊之气因此而产生，就可以表现出异常的味道。因此，通过嗅辨气味，可以辨别脏腑、气血、津液的病变，以及疾病的寒热虚实等等。通常来讲，当气味酸腐臭秽时，都属于实热症；当气味偏淡而唯有腥臭时，都属于虚寒症。如何理解气味的臭秽和腥臭呢？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：臭秽就是很臭，臭味很浓烈的意思；而腥臭就是虽然有臭味，但是气味不太浓烈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病体气味。病体的气味包括有口气、汗气、痰滴之气、二便之气、经带恶露之气以及呕吐物之气等6种。第一种病体气味，口气。口气是指从口中散发出的异常的气味。正常人呼吸或者讲话时，口中没有异常的味道散出。如果口中散发臭气，称为口臭，多与口腔不洁、龋齿、便秘或消化不良有关。当气味酸臭，并伴有食欲不振、脘腹胀满者，通常属于食积胃肠的表现。口气臭秽者，多属于胃热症；口气腐臭者，或见有口吐脓血者，多是体内有溃腐脓疡。口气臭秽难闻、牙龈腐烂者，多为牙干。第二种病体气味就是汗气。汗气是指汗液散发出的味道。汗出腥膻，通常是风湿热淤久皮肤、津液受到蒸变所导致的病症，多见于风温、湿温、热病或汗后衣物不洁所导致的。汗处臭秽见瘟疫或暑热火毒炽盛症。腋下随汗散发阵阵的骚臭，是湿热内应所导致的，多见于狐臭病。第三种病体气味，痰滴之气。正常状态下，人体排出少量的痰和涕，一般没有异常的气味。如果口吐浊痰、脓血腥臭，通常见于肺痈，为热毒炽盛所致。如果咳痰黄稠味腥，属于热痰，为肺热壅盛所致。如果咳吐痰涎清稀味咸，无特殊的气味，为寒痰，多见于寒症。鼻塞流浊涕通常是外感风寒或鼻渊所致。鼻塞流涕无气味，通常见于外感风寒症。第四种病体气味，二便之气。大小便的闻诊，除注意了解特殊的气味，还要结合望诊综合判断分析。一般来讲，大便酸臭难闻，都属于常有淤热；大便痰泄而腥臭或臭味不很明显，多属于脾胃虚寒；大便泻下臭如败卵，屎气酸臭，多属于宿食极滞引起的病症。小便黄赤、浑浊骚臭，都属于膀胱湿热；小便甜，便散发有烂苹果的气味者，都属于消渴病，相当于西医的糖尿病。第五种病体气味，经带恶露之气。经带恶露的闻诊，主要了解经带恶露有没有异常的气味。
如果月经臭秽，都属于热症；如果月经未腥膻，都是属于寒症；如果带下黄稠、臭秽者，都属于湿热；如果带下清细而腥臭者，都属于寒湿。崩漏或者是带下奇臭，并有异常的颜色，多见于癌症，病情比较危重。产后恶露臭秽者，都属于湿热或者是湿毒下注。第6种病体气味就是呕吐之气。一般来讲，呕吐物清晰无臭味，通常是胃寒引起的；呕吐物酸臭秽浊，通常是胃热引起的；呕吐物伴有没有消化的食物，气味酸腐，为饮食极致所致；呕吐脓血而腥臭，通常是溃疡病所引起的。我们再来学习病史的气味。病史气味是由病体本身或排出物、分泌物散发而形成的。一般来讲，气味从病体发出到充斥病史，说明病情重度。临床上通常嗅病史的气味，可作为推断病情及判断特殊疾病的参考。比如，病史臭气触人，多为瘟疫类疾病；病史有血腥味，通常见于湿血病；病史有腐臭气，通常见于溃腐创阳；病史有尸臭味，多为脏腑衰败，病情危重；病史有尿骚味，多见于水肿病晚期、尿毒症的病人；病史有烂苹果的气味，多见于消渴病重症的病人，相当于西医的糖尿病、酮症酸中毒的病人；病史有蒜臭的味道，通常见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病人。以上是嗅气味的全部内容。无论是嗅病体的气味，还是嗅病史的气味，都符合这样的一般规律：凡是气味酸腐臭秽者，都属于实症热症；凡是气味偏淡或唯有腥臭者，都属于虚寒症。现在我们已经将闻诊的听声音和嗅气味的诊断方法学习完毕，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